计划眼线。补一下，谢谢。欢迎大家，还有6个榜了，欢迎大家，我们再等人多一点。欢迎大家，晚上好。我腮红要不要再重一点？今天准时来啦，大小我没，1天不见小我没。我们再等等人哈，才开始。头发是这样扎起来，还是披着好一点？欢迎大家，我们再等等人。还有熟人来吗？有熟人来吗？披着还是给它弄扎起来好？又到了我们每日纠结的时候。谢谢小宝关注。披着好还是？今天有人说话吗？有熟人来吗？我准备了好多故事呢。昨天去外地准备好多故事给大家唠。没有人打招呼呀？我播的太早了，大家还不习惯是吗？我要点这个了，我一直很好奇这个拍一拍是什么。我要点这个了。你好呀，昨天出去一趟好多故事，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跟我打招呼，还没有看见熟人。今天几号来着？今天4号是吧？4号，难道说大家在返程路上了？大家在高铁站？谁家小公主？大家再不说话的话，我就是没人的小公主了。再没有人来认领一下的话，我就是没有家的小公主了。
呢？我那么多哥哥们呢？谢谢小饭团的灯牌。哎呀，终于有点活人气息了，终于看到有人。咱们开播几分钟啊？开播5分钟吧，咱终于看到一点活人气息了。欢迎大家，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直播。昨天出去一趟，好多故事呢。我想说，等大家熟人来多一点，给你们讲好玩的。准备麻袋。我想想，我最近喜欢什么？我最近喜欢公主裙，能不能给我准备一麻袋的公主裙？小天好好看，谢谢宝宝，这假的。我前天刚好发现成都也有店，我还去买了这个同款的手链。只是说我一个人不太好戴，不然我今天就想戴这个了。他们家挺好看的。喜欢洛丽塔吗？那是之前，现在换风格了。现在比较喜欢那种法式，就是复古法式欧式。我好久不穿洛丽塔了，现在我都想把我那些裙子给出掉。女孩子的喜好是会变的。再说的洛丽塔，从风格上来讲也算公主裙呀，华丽丽的小蛋糕，它也算公主裙呀，是不是？我觉得扎起来会稍微好看一点点，这个头发。扎个侧马尾巴。你来了，欢迎西西宝的粉丝灯牌。我昨天不是去了趟贵阳吗？总之就是过年没回家，躲开了那些亲戚聚会，还有那些大人们的聚会，在昨天还是被我给碰上了，就是躲不掉的，你怎么呢？他都会碰上。然后昨天就是又被那些大人们长辈们连环夺问。你们猜猜看，大人们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欢迎十年，谢谢十年的灯牌。什么时候线下见面？那得看什么时候有线下活动。现在没什么线下活动。刷朋友了吗？你怎么知道？昨天可能不下7、8个长辈吧，不光是我家的，还有那些就是爸妈、同事那些叔叔阿姨，不下7、8个人问我最近耍朋友了没？怎么都操心这个呀？然后就还给我就是压力，说什么你看什么叔叔家的，你从小玩到大的谁谁谁，人家都生2个娃了，怎么2个娃都几岁了那种的。网络朋友，那么这位网络朋友，我对你印象不是很深呢，我们今天再来多多认识一下好不好？我感觉你之前每次都是打个招呼，然后聊2句就没有下文了，我对你印象没有很多。今天我们多多聊天好不好？让我认识一下你。你觉得这样好看还是这样好看？是披着好看，乘风破浪？就扎个单的好看，还是全披着好看？在犹豫。
所以刚刚那个拍一拍有人进来吗？这还是我第一次点那个拍一拍的效果，我都不知道，就是在外面看了宝们，你们会收到什么消息？第一次点。不取决于头发，不，头发很重要。头发就是现在都说头发、穿搭、形体都大于你脸上化妆这些了，头发也很重要的。因为你看人的话，第一眼肯定看整体嘛，然后第二眼看他的穿搭，第三眼看他的头发，就是他的脸还有什么化没化妆，你是最后才去看的。头发很重要，要是我头发多点就好，我头发主要是太少了。想侧一点点，我觉得侧一点好看几点。要给大家讲，昨天真的我都不知道昨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昨天是我近期以来很黑暗的一天，特别黑暗，就是人家都成语是什么大起大落，我是大落落落落。昨天感觉是我近段时间几个月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紫英头发多，你是紫英的粉丝是吗？再来了。首先最大的一个事情不是昨天我上次直播跟大家说我去贵阳看一趟外公嘛，然后就是我早上坐高铁的途中，然后我爸爸就给我发消息说外公去世了，就是我还是没有赶上，说外公是在我前天直播的那个大概时间段去世的，然后我爸妈就是他们怕我害怕，就没有当时跟我说，他们是昨天上午才跟我说的。顺便谢谢，就还是挺难过的，因为长辈中的话，外公我还是很喜欢他，外公对我也很好。就我外公是好像是因为他那个咳嗽很难过，但我发现了，真的跟大家说的一样，就是你那一刻你是不会难过的。我当时就是在去的路上，我看到我爸给我发的消息，就是大脑嗡的一下嘛，然后就这么懵懵的到了贵阳，然后打车去，我是直接去的殡仪馆，然后去殡仪馆见到我外公，然后跟老人家就是拜了个头，磕了个头，然后上点香，就是中途还好，但是昨天晚上就是回成都之后，我在那边吃饭，然后就开始忍不住的哭，就是想起外公之前对我的各种关心啊，各种日常啊，就昨天晚上在那边吃饭边哭，还是很难过，因为我很喜欢我外公。自然规律，然后我外公他是那个咳嗽，好像是咳嗽的导致身体有点不好，加上我外公又很瘦，昨天我去见外公的时候，就整个人直接就是瘦脱相了，皮包骨头，就那个脸都是这种凹进去的。反正我就在那旁边看了他很久，我想记住他最后的样子嘛，我在旁边看了他很久。然后是昨天晚上的半夜2点半，遗体火化，然后下葬，看这些就是家里大人们去忙，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我就没看。玩过吗？我去那种清吧玩过，就是那种很安静，然后听听音乐的那种。谢谢宝宝关注。然后其实葬礼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不太好意思了，大家就是在这种放假开心的时间段给大家聊这种比较沉重的话题，不好意思了。就我小的时候经历过2次嘛，就是2个亲人的离世。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外婆，但是当时我很小，就是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事情，我就记得周围大人在哭。然后第2次是我舅舅，但舅舅离世的时候，当时爸妈没让我去，因为我还在上学，他们没让我去。然后外公的这次就是我正儿八经的有记忆的参加葬礼，然后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当时在去的路上就是想了很久吧，就是可能到时候我会在那儿大哭特哭啊，然后家里长辈们也会哭啊，我都想好了，如果我妈妈哭的话，我还要安慰一下她怎么的。结果到了之后就还好，大家也就是说说话，然后跟长辈们聊聊天，打个招呼，然后跟来的那些爸妈的同事们就跟大人们也打打招呼什么的，就没有出现我想的那种大家都在哭的状况。然后我昨天还问了我妈妈，我说妈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还以为大家都会哭呢。然后我妈妈说的也是，她说毕竟是早就预感着有这么一天了嘛，就是老人家离世这种事情，所以就是可能心里接受就还好。昨天就是在那里待了一个下午，吃了个饭我就回来了。小姐姐你好呀，晚上好。然后跟你们讲，再一个大落就是，哎呀，想了想还是把这个事情跟你们说吧。就上次我说跟大家暂时先保密的，想了想还是想跟大家一吐为快。就是这个事情它折磨了我半年多。起因就是我看中了一款沙发，就是我很想要的一款沙发，然后那个沙发就是我问了很多店，就各个平台，拼多多、淘宝、阿里巴巴，就是这些平台我都去搜了，都去问了，店家给我的回复就是做不了，就是厂家嫌卖的太少了嘛，他们就不做了。反正我就问了好几个月，陆陆续续的问，好多店我都问了，就是说不做。要么就是说不代卖的，要么就是说完全不做的。今天嗓子，今天起床有点咳，可能是昨天晚上有点感冒了，今天嗓子状态没有很好。欢迎我熊大哥哥，谢谢我熊大哥哥的为你闪耀，谢谢深蓝宝宝的灯牌。然后我想说，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嘛，我想说买不到，那我就咬咬牙，我去找一个厂家，我就开始去找厂家问我能不能定做。也是前前后后问了好几个厂家吧，然后有一个厂家回我了，说他们可以做，我就交了定金。开素颜这么美，谢谢你夸我美，谢谢宝宝。但是我今天没有带美图，既然想说不拍视频的话，我就懒得开美图，懒得去打开一个美图了。这根是不是有点长？我都把它剪一下。好，继续跟大家讲啊。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厂家回我说他们可以做，我就交了定金。先是等了1个月吧，就刚好是5·1这2天，他们发那个布料给我，就是让我确定用哪块颜色的布料，我选好了，给人家把那些布料样品寄回去了，就在当天。然后我就是无聊，我想再去搜一搜，就是二手平台有没有人在卖这个沙发的。
结果就刚刚好被我搜到了一个，卖的就是我想要的那一款那个颜色，但是那个卖家在杭州，但是我不管了嘛，我真的很想要。我为什么想要呢？为什么我找了定做我还是想要呢？因为那个定做我没有那个原版样画的图嘛，那个店家就只能根据我找的那个官方图，就是说只能做个大概样子，它不能做到就是1:1还原，包括那个布料上有那种小碎花，那些小印子，他们都说那个做不了。所以我就想说，既然出现了一个二手的，就是我想要的那一款，那我就不管了，我就一定要买完全还原的这种。回家吃饭了，我才吃，谢谢爸爸关心。突然间被叫名字有点不适应。不要，对，就是我可以舍弃掉这个定金，就是不被那个沉没成本所控制，我可以不要这个定金，我就马上去找了那个卖家联系，我说你好，我可不可以就是外地的，就是我掏这个所有的费用寄到成都来，然后那个卖家也是答应了嘛，他说好的，等5·1之后他再来联系我，因为他5·1出去玩了。结果就在昨天晚上，我还沉浸在就是外公离世的悲伤之中嘛，就在昨天晚上他突然给我一个消息说他想了想还是不卖了，就是我1天之内就失去了2个东西，失去了外公，失去了我想了很久的沙发。就昨天这个人在高铁上，反正就是感觉昨天一天特别的昏暗，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然后我昨天还穿着高跟鞋，我的脚就是痛了一路，就是感觉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回到成都，回到家。然后昨天晚上也睡不好。什么样子的？就是一个复古款的，就那种复古花花什么的一个样子。它最难受的一点就是有钱我买不到，因为网上很多店家他们都不做不卖了，厂家也不做了。最难受的一点就是你有钱还买不到，我陆陆续续反正问了半年吧，而且特别是昨天那个卖家回我的时候，欢迎我二哥，谢谢我二哥送的小礼物，我才反应回来，欢迎我二哥。而且就是昨天上午，我刚好去找了那个厂家，我说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事情，我不定做这个沙发了，然后那个定金我也不要了，定金就给你们，然后辛苦了，怎么的。就是我上午才回完那个厂家就拒绝掉，晚上那个人就跟我说他不卖了，还取消了我的订单。就是哎呀，昨天一天真的很黑暗。两头堵，有办法，还是有办法的。我想了很久，昨天想了好久好久。我想说，既然他不出给外地的，我就曲线救国。我想了所有有没有在杭州的朋友，想到了一个人。然后我今天下午去联系他了嘛，他说他可以帮我，他说他先帮我问问。是的，直线救不了，我就开始曲线。然后现在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这个事儿能不能完美解决吧，就是如果最后还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可能就暂时想不到什么办法了。礼物特默默点的，好，然后二哥想低调，那我就不感谢了。其实我刚开始是想找一个粉丝，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想到这个方法了。然后我就是直播间有一个哥是杭州的嘛，我昨天有想过要不要去麻烦那个粉丝，麻烦那个哥。然后我就去问那个 DeepSeek， 然后 DeepSeek 说他劝我最好别。
他说我去找那个粉丝的话，相当于是在消耗那个粉丝的信任还是好感什么什么的。他劝我最好别，然后我也是想了一个晚上，没给他发。然后杭州那个朋友，实际上我昨天也想到了，只是说跟那个朋友好多年没有联系了，我不太确定，就是这么突然的去麻烦人家，还帮我做这么大的事情，会不会不太好？所以我昨天也没有马上去问他。沙发欧缘分还没这么深，我也觉得。但是我就是陷入那个执念了，就跟那个《武林外传》里佟湘玉，他一定要从那个衙门取回道圣的那块玉牌一样，就是我感觉我现在跟那个佟湘玉是一模一样的，已经成执念了，就是无论如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就一定要那个。所以 DeepSeek 也在劝我说，去找找其他款的沙发什么的，我还是不想，我就一定要那款。帮我问问，你怎么问啊？乘风破浪，帮我问杭州的朋友们。欢迎 BB， 谢谢我 BB 的连连猫脸。DeepSeek是他一生之敌，我还没有跟那个粉丝那个哥说。我就在，因为我认识的人里面，目前就想到这2个人，一个我之前的朋友，一个粉丝大哥，只能想到这2个是杭州的。然后我想了想，还是先去麻烦那个朋友吧。麻烦那个哥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礼貌。也是一种提醒啊！我不管，我真的想要那个沙发，要的魔怔了，我就是想要。不用杭州的，我给你找找看，我有没有那张图的照片吧。怎么的？你是有什么认识什么厂家是吗？我不知道我这个平板相册里有没有那个照片。这一款，哎呀，可能有点曝光。这一款真的很喜欢，然后就是我问了很多店都不做了。刚开始我在阿里巴巴问，他们说只能1套卖，就是那个3人位、2人位、1人位，他们只能这样1套卖。但是我就只想要这个，然后他们说就是单卖不了。然后后来我就说，就是我攒够预算了之后，我想说，哎呀，1套就1套吧，买了，大不了就是我到时候再把不要的卖出去嘛。结果等我预算攒够了之后，人家又不卖了，人家又变成了3套起卖。我也没有那么多预算，那么多地方去买3套呀，所以就，唉。佛山，啊，我找的就是佛山，我找的那些家具厂就是佛山，只能从3套卖到不能单卖，到最后跟我回复说就是厂家不做了，我找的就是佛山顺德。哎，看来你是真的懂哎，乘风破浪你是做什么的呀？今天好怕又被提醒，稍微挡一下，不然我会。
今天想穿一个这种比较度假的。总之，希望一切顺利吧。我都曲线救国了，希望顺利好不好？让我得到。而且我连就是那个物流师傅也找好了，然后那个搬运的费用我都交了，然后那个卖家跟我说他不卖了。哎呀，昨天晚上那一刻真的心死。主播好适合，谢谢宝宝。现在我朋友反正他今天去联系那个卖家了，卖家还没有回，不知道。我是真的说不好，我真的感觉世界上有这种玄学。我本来到昨天晚上之前都以为这个事儿定了嘛，因为那个卖家他之前答应的我说是可以卖给我，卖给外地，然后我也跟他商量好了，说找个他有空的时间我就去麻烦师傅上门打包运走，他都答应了的。然后昨天下午还跟妈妈在聊起这个事儿，结果晚上就闹出这么一出。世界上真的有玄学，就是立 flag 这种的。欧式沙发，对，我真的很喜欢这款。恋爱了吗？你怎么跟我昨天的那么多亲戚一样，都来问我这个问题？如果恋爱的话，想找个连上，想要连上，陈述连上，因为我是小朋友，我需要连上来照顾我，然后帮我指点迷津，就教我什么社会道理呀、人生道理呀。想要连上。谢谢宝宝的灯牌。放这边还是放这边？
这么香。哎呀，你好呀，姐姐现在纠结发型中。纠结纠结。想我了。昨天去外地了，今天不就来了吗？160，欢迎欧福宝宝，谢谢2位的灯牌。我刚刚想到一个什么，被姐姐2个字堵回去了。站起来，我要。你又跟头发杠上了，也算了，自然而然吧。大家祝我顺利好不好？祝我的沙发一切顺利好不好？我是真没辙了，如果再不行的话，我真暂时还没有办法了。大家祝我顺利好不好？祝我能够买到。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话，我只能就是继续等待了，继续问，继续等待，看有没有店家能做，要不就是等待有没有一个成都本地的二手，就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然后我马上去买。只能这样了，就是最坏的情况的话，就是继续等机会。这个设法就是折磨了我半年多了，折磨好久了。而且我那个定做还真的不便宜，定做好贵啊，因为它要就是沙发的框架还有印花这些全部都要定做，然后就可贵了。我去拒绝那个厂家的时候，那个厂家显得也很尴尬，就是他说那边已经开始在印花了，什么印花的定金都交了，之类的，反正跟我说这些。哎，我都没敢跟他说那个定金能不能退还我一点点，我都没敢说，我就直接说的是定金我不要了。就我都还不敢开口说定金能不能退还我一部分，定金也花了我几千块钱。金花呀，就是而且我最近又很喜欢买这种软装来装饰自己的家嘛。软装确实是这些大件一花就是好多钱就出去了。包括我现在就是这种大件的买多了，然后我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就是什么化妆品啊、衣服啊，我都会觉得，哇，就我会觉得衣服买起来好便宜啊。然后现在家里的大件，如果沙发能够如愿买到的话，
还想再买一个餐边柜，然后再买2个灯，然后我的家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把那些需要的大件都买齐了。欢迎凯总哥哥，凯总哥哥的闪耀星河。然后昨天还被我妈妈就是又教育了一顿，说让我有点那个理财规划，说让我好好规划用钱什么的。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理财的阶段，我现在还在那个弥补自己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就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我现在想全部买下来。所以可能等我把家打扮的差不多了，陆陆续续都买的差不多了之后，我才会收手吧，收手，然后开始存钱，然后搞其他的。晚上好，小猪。嘿嘿，今天穿的是这个度假的衣服，跟上次那个是同一款的另外一个颜色。只是今天又在纠结这个头发了。为什么拍视频都很好看，我发现一直播我都觉得这个头发怪怪的。上班去了，小猪辛苦了。真想看到那个的波波。看到我跟你讲，我昨天不是我只吃了个早饭嘛，然后到了贵阳，我妈问我吃午饭了没，我说我没吃，然后我妈就是她见不得我吃不下东西，她给我点了粉面，我没胃口，她硬给我点，然后我当时拿到了，我还是没胃口，我就只把一些配菜还有肉给吃完了，那个粉我没有动几口，然后我表哥和表姐就在旁边说，要不我们喂你。我表姐有个小孩嘛，她说要不要我像喂他一样，我一口口喂你。我说我不要，我成年人了。他们说我成年人我也要喂你。但是昨天被表哥和表姐压着，现在都还得在。辛苦了，小猪去忙吧，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我就在那恶狠狠地说，好，等我下次直播我就把你们2个曝光出去。感谢你们给我提供的故事。哇，我是真吃不下，昨天晚上晚饭是那个餐馆做的饭菜都挺香的，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做的饭还那么好吃。但就算是这样，我也没有吃下多少，就吃了几口菜，我甚至连大米饭都没有吃，就这样。最近是真的不咋行，我的食欲。今天我吃了什么呀？对，今天煮了个面，那个面我可能就吃了2口吧，又不想吃了，今天就吃了点这些，然后喝水。你好呀。试一下让我把刘海去掉。谢谢小宝关注。真搞不懂这个刘海，就是别人主播的那个刘海为什么那么好看呢？为什么这个刘海在我脸上就，我还是搞不懂他们怎么弄的。
给它弄成一个露额头的八字。我不跟他们一块跳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公司了呀，小宝宝，分开了。谢谢小宝的灯牌。等等，你说的他们是谁呀？你指的是真真还是直通吧？你指的是那个团部还是指定？一群的，那应该是指我们那个团，就是大家分开了，然后签的公司也不一样了，他们继续在做那个团部，然后我们是做其他的，就不在一起跳啦。分开了，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和想法。他们现在团播挺好的，老听到他们的故事，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今日没有想象中的多哎，宝宝们。今天大家在返程是吗？我本来今天成都出太阳了，还想说拍点那个舞蹈视频呢，我抖音没有存货了。但因为昨天实在太累，昨天我就只睡了2-3个小时，然后今天就是多睡了一会儿不觉。硬推一个不看了，硬推什么呀？元宝也不错。等等，乘风破浪，你到底是谁的粉丝啊？谢谢小宝的灯牌。看这个发型也怪怪的。我到哪一天才能找到适合我的直播发型呢？老怪怪的。这要不全捞上去吧？我有没有小夹子？这个有点大。美女的粉丝，我心推就是你的背。等等，宝宝，你再解释一下呢？我有点没看懂什么意思，你再帮我解释一下呢？手边没有小点的夹子的，只有这个了，它有点大，主要是。或者我还有一个这个。美女的粉丝，那世界上这么多美女，你一天到晚有的忙呢，乘风破浪，怪不得你取这个 ID 呢，加油！这个是稍微可能颜色稍微合一点，胖的一个人的意思。这让我想起之前我们团有很多人就在说我们 C 位什么的，就会把我们想象就是团内什么争风吃醋，什么大家在暗抢 C 位，然后再说我们谁跟谁有矛盾什么什么的，就是外面的各种谣言真的好多啊。但实际上我们团就是一片和谐，然后看到大家在说那些，就是大家也会在评论区说嘛，说那个谁跟谁有矛盾啊，谁跟谁针对啊，谁跟谁有干嘛干嘛的，我们就是看那些我们就有吗？从哪看
看出来了。然后当时真的不懂，就感那种什么内娱的风吹到了我们团。就是啦，是的，因为当时我们那个 C 位就是大家轮流来，比方说我们拍那个舞蹈视频嘛，就会按照那个队形走位呀、安排呀，或者说谁比较适合这一段啊，我们大家都是轮着来的，就是我们团没存在说就是捧谁是主 C 位什么的，谁就一定要站在那儿什么什么的，我们团真的都很和谐。爱了爱了，谢谢。什么卷吗？那个闪闪服了。然后我之前也在想，就看到大家对我们团的各种猜测，啊，我们也是，就是，哎，而且感觉就是很多事情在后面就慢慢变味儿了。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就是大家玩的很好嘛，很自然的在玩，后来就是我们大家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谣言出来了之后，我们也要开始注意一下在外的形象了。就比方说，不能干什么，要去干什么，你还得注意一点，就是做给粉丝看，就是向粉丝们证明我们没有这样，就搞得在外面就还要，哎呀，没办法。先看《甄嬛传》，啊，差不多有那个味儿了。大家以为我们团里就是《甄嬛传》，一直在看我，真的吗？那你怎么今天才出现啊？我感觉这次我直播间没有看到你在说话哎，怎么今天才出现呀？不行了，下次开播前我要在这里给自己留半个小时来折腾这个头发到底怎么上镜。看，老觉得怪怪的。这样也怪，其实一直在潜水。好吧，又没想到2026年了还能出现在潜水的粉丝，那我是不是可以预测一下，到27年还能出现潜水的？现在还有没有人在潜？你们27年可以冒出来吗？时间到啊！啊，是的，是的，还要直播，还要拍视频。欢乐谷还去吗？不去了。现在我们去不了，因为我们团解散了嘛。他欢乐谷请的话，都是请整个团，要不就是，粉丝量很大的那种网红啊、明星啊什么的。我们现在团解散了，就不好请了。但真真他们可以呀，真真他们那个团播之前不是去了嘛，就他们那个还是可以去的，只是说我们的话就不太好去了。谢谢小宝关注，继续签了，好的。觉得我27年就是从欢乐谷回来这么久了，我觉得到27年应该还会有人来问你们为什么不在欢乐谷了。这个余韵可以余韵到哪一年去呀？但我觉得27年还是很有可能。我们从欢乐谷回来都是前年的事儿了吧？前年3月份的时候，3月底回来的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存在是的，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喜欢，谢谢大家记挂我们。反正只能说，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很想大家，应该也会去。只是说现在暂时还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把后面那个关了吧。马尾怎么样？去了2次，看我们1次，那也算看到了呀。真的，我们回来之后有好多人就是后知后觉的，然后就说没有碰上我们，或者说才刷到我们，然后想去看，结果我们已经回来了，看不了了。好歹你还是很好的，你还见过了。我真的后面收到了好多人，就是很可惜我们已经回来了，见不到了。大家稍等，我拿个抓夹去，绑个马尾会不会好一点？先给大家转换一下那个，这好像有个抓夹。开心，嘿嘿，开心就好呀，大家就是要开心。我也是，我也要开心。我开心了，才能给开心的能量带给大家。这样吧，就假装夹一个马尾出来。我明天又要进行那个拍摄了，我的新品。就是跟他练到了好几次的那个新品衣服，它终于到了。好，五一假期结束，它到了。嗨，我本来还想说五一的时候就赶紧给大家把那个50万的照片给拍了呢，出去找个漂亮的地方。结果他今天才到，然后就是辛苦大家再等等我吧，只能过段时间去拍了。反正明天我先把林生生拍了。就没团播了，因为我们团解散了呀，宝宝。我们团从去年年初就解散了。小团是去年解散的，我们那个之前的大团是前年解散的。你们应该不只是问我吧，应该其他人那里也会问吧，我们成员那里也会问吧。等会了，是的，我们最可惜的是在之前一片大好的时候，我们老板没有抓住机会，不然的话我们团也不会存在说解散，就怪我们老板，我们老板他没有抓住机会。是吧？刷到他，那他天天播，他播的特别准时，特别厉害，他除了周日休息，天天播，应该不可能没刷到他呀，我都经常刷到他。他天天播10点或者10点半左右，你刷他们，你关注一下他，他播的可勤了。欢迎喵喵，谢谢宝宝的灯牌。是我这个灯的问题，我看看。
起来跟我的发型大战半个小时，我再来开播。我要7点半就坐在这里弄我的发型，老觉得怪怪的。总之一这样，你是不是没关注他啊？你要关注他的话，你不可能说这么久了都没有刷到过他。你好，你好，三哥，晚上好。谢谢姐姐 Q 宝宝的一闪耀。哎，对，虽然这个事情解决了一下下吧，但是直播间有没有粉丝是杭州的呀？有杭州的宝宝吗？我认识的杭州的好像就一个之前的朋友，然后一个我直播间的哥，但是我依稀记得好像还有人是杭州的，谁来着？我记得那个人之前还跟我聊过什么漫展的事情，我记得应该还有。啊，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啊！我说了有什么好处啊？认出你来了，当然三哥，你 ID 挺好认的呀。你有没有改 ID？ 一下就看出来了。哎，我现在成长了好多，我分得清你跟二哥了。就突然想起之前二哥三哥有点分不清了那段时间，我现在倒是分得清了，现在不会再把你们喊错了。三哥，五一过得怎么样呀？五一玩的开心吗？谢谢长胡宝宝的鲜花，有没有那种大艺术的鲜花呀？想看那种有特效的鲜花有没有啊？长胡 ID 分不清。之前有一段时间里啊，我是真有点，就是我得想一下才能想到的。欢迎魔术师，谢谢宝宝的灯牌。很多是吧？悄悄咪咪的就成长了。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没有杭州的宝宝是不是？那我等下次人多我再问问吧。反正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人是杭州的。嗓子哑了，有一点点，今天早上有一点咳，不知道是昨天晚上受凉了还是怎么的。昨天贵阳还挺冷的，贵阳10度，我昨天带了一个那种斗篷去的。我在那个因为成都很暖和嘛，成都20多度，很暖和。我当时在那个去贵阳的高铁上还很暖和呢，我想说有那么冷吗？结果一下车，给我冷的一激灵，当时就把那个斗篷给披上了，幸好带了。杭州怎么了？因为我心心念念的半年买不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五一的时候刷到了杭州有个人在卖，我就去找了他，然后他当时答应了我说可以出给外地的，结果昨天晚上他又跟我说他不出了，他只出本地的。我恨我不在杭州，没办法，我想了一晚上，最后我就想说能不能联系一下有杭州的朋友。我就在想谁是杭州的，然后帮我买，然后再帮我转寄。啥东西？一个沙发。我估计那个卖家的担忧是他怕路上损坏，然后我去找他麻烦嘛。但是我跟他承诺过，我说就算到时候损坏，我去找物流，我绝对不找你。但是他还是昨天晚上把我拒绝了，他说他还是不卖了。
这么大。对啊，所以他最后跟我说，他还是只卖给本地的，就是本地自提。我没办法了，我只能找杭州的朋友帮我买，然后再帮我转寄。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这个沙发，就是我现在有钱都买不到的，因为之前陆陆续续问了很多店家，他们都不做，说厂家不做了，就相当于那一款绝版了。但是我就是很想要那款。特殊的吗？它特殊的点就是我现在有钱都买不到，因为店家不做。我这几个月内问了很多店家，都不做了。要不就是3套起送，但是我哪有这个预算和地方买3套呀？长啥样？这样头发有点曝光。这样的，就我问了很多，都说这款好像说没有人买了，所以他们都不做了。不错是吧？我从前年我就已经很想要了，然后当时就是阿里巴巴有一家店在卖嘛，然后但是它是一套卖的，就是3人位、2人位、1人位，它是这种一套卖的。然后当时想说，行吧，那我咬咬牙买一套也可以，我就开始攒钱。等我攒够钱再去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了3套起卖。没办法了，我就开始问其他店家，我就说我能不能单买，或者说买一套。陆陆续续给我回的都是不行，要不就是不做了。佛山就是佛山啊，佛山顺德。成都没有，我也去问过成都的一些就是这种风格的家具厂嘛，都去问了，加人家微信问，没有这款。所以真的就是最难受的一点就是我有钱还买不到。难了是吧？现在就看我曲线救国了。我今天就是去联系了一个在杭州的朋友，拜托看他能不能帮我买到，然后再转寄，只有这个办法了。昨天就是特别黑暗，昨天在高铁上得知这个消息就非常，很多。没有，就是这个风格的有很多，但是我只想要这个，我只想要这个款式这个样子的。都废弃了，但是我怎么找呀？就是我那种购物平台找了，二手平台也找了，如果他们要卖的话，我肯定看得到呀。就是找不到，各种找不到，我前前后后找了半年了。就甚至我在3月份的时候，我想说实在不行我去找个厂家定做吧，然后有一个厂家他们说可以做，我交了定金，然后就是前2天的事儿，他们把那个布料寄给我说让我选布料，我选好了给他们把样本寄回去了嘛，就是我都甚至做到这份上了。但是我为什么就是一定要买而不去继续那个厂家定制的呢？是因为那个厂家定制他们也没有这个原版的，就是他们没办法做到1:1还原的，只能说做个大概。但是既然有一个原版的出现了，那我干嘛还要那个不还原的呢？所以我现在的执念就是一定要买到这个原版的，有人卖的话我就一定要得到。
之前是实在是没有找到有人在卖这款，所以没办法才去找的定制。现在有了的话，我就一定要得到。大家祝我好运吧，真的。我现在都不敢保证说接下来还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我不知道。我被这个事情折磨好久了。这一天就是，甚至我在那天联系那个卖家，就是当时那个卖家说他愿意出的时候，看起来这个事儿解决了是吧？哎，我马上就能买到了。但是当天晚上我依旧睡不着，睡不好，就老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什么问题，睡不好。结果昨天晚上还真出现问题了。哎呀，比较麻烦。工厂，你是广东那边的吗？寄物流，好物流。物流就是多花点钱嘛，我那个定金的钱都交了，这个物流的钱我也交得起。就是现在我感觉都不是钱的事情了，就是我一定要得到，钱都好解决。物流它就是贵点嘛，需要打架子什么的。对，我连那个物流师傅都找好了，我交了钱的。交了钱，师傅也找好了，就差那个人联系我了。结果他昨天晚上说他不买。最近被折腾的呀，真的是。你们的喵喵小公主天天晚上睡不好是有原因的，食欲不好。哎，难道我食欲不好也是因为这个？上高速了，好多好多，辛苦二哥。哎，你下班啦？哎，不对，你好像不是，上班的是小猪。二哥，你出去玩了？这两天去哪了呀？还是说就在成都玩？那种刘海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就做不出来。天津，哎，天津看谁呀？现在好像他们都不在。一趟山，好吧，辛苦了二哥。辛苦二哥了。说近一点比较好看，我今天做的。好，嘿嘿，说你们的喵喵好吧？那么多年的锻炼不是白做的。哦，对的呢，总不能回来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坐上那个静音车厢。我当时就是也没有注意到我买到那个静音车厢了嘛。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我说哇塞，我终于能够体验到一次静音的嘛，因为我昨天也很困，昨天只睡了2-3个小时，
我本来想说去车上可以好好睡一觉的，结果我找到我的座位之后，就发现我旁边就是小朋友，我的内心就是完了，静音不了了。结果事情就是我想的那样，旁边那个小朋友跟后排的几个小朋友、几个小妹妹就开始玩起来了，全程大吵大闹。就是我刚开始还能迷迷糊糊的睡一下嘛，结果他们声音，就是小孩子老会尖叫，他们一声尖叫把我给叫醒了，然后三四个妹妹就在我后排玩，给我撞一下，就是整个撞到我的那个座位，把我这样碰一下，然后当时那个火气蹭一下就起来了，我就转过身跟那几个妹妹说小朋友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投诉啊，后面来了一个列车服务员，应该不是服务员，列车的工作人员就过来提醒他们，说连前面的车厢都有人投诉了，说后面这里几个小朋友闹得很。然后我当时也跟那几个妹妹说了嘛，我说小朋友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他们也说好，下一秒又开始尖叫了，我就没辙了。他们的妈妈也没辙了，他们妈妈提醒了好多遍吧，就是让小朋友回来乖乖坐好，让他们安静一点。小朋友不听，这他们妈妈是在管的，不是说是那种全程不管的。然后我后面也不好再发作了，也没说什么。不听的话，反正我没有看到请出去这一段，我只看到了过来提醒小朋友这一段。气得我呀！后来他们在中途站下车了，就还好，后面就安静了，然后我就睡了一会儿。管不了，哎呀，想管，就他们为什么可以买到经营车厢啊？真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出个规定，就是经营车厢不准小朋友购买，不准那种带小孩的朋友购买到这个车厢。我好像就真没有见过几次不闹腾的小孩，都是闹腾的。昨天就是心理打击又大，又发生这个事儿，又吵又睡不好，然后我的脚也疼，身上也不舒服，就这样坐3个多小时。昨天一天就感觉特别昏暗，然后回来吃了个饭，就困得要死，然后睡了。对，昨天晚上也在赶那个地铁末班车。昨天也是在狂奔赶末班车的一天，嗨呀，我还穿着高跟鞋呢，穿着高跟鞋在那儿跑，只想睡觉。也不一定吧，我之前也做过很多，我感觉就是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静音的。但是有一点，不怪我地域歧视啊，就是因为我坐了那么多趟，它事实就是这样的，就不是说我要地域歧视。因为我坐高铁基本上就是回家嘛，从成都回到贵州，成都到贵州很安静，基本上都很安静，你睡觉什么的完全没问题，大家都是小声说话，要不就戴耳机。只要一到贵州开始上人，那些说话的娘娘们啊，大声打电话的叔叔们呀，闹腾的小孩子呀，然后聊天的嗑瓜子儿的就开始吵起来了，每次都是这样。成都到贵州巨安静，只要到了贵州开始上客人就吵起来了。所以我其实，不怪我地域歧视啦，就事实如此啦。
想了解了。好，我看一下汇报的，我还没有注意到。哥和头老街一天天换，这样讲，哎，真人他们又去天欢了，哦，怪不得呢。很喜欢绿洲、贵州啊，我对贵州反正又爱又恨的，因为贵州毕竟是我家嘛，是我老家，所以我还是有爱在的，但是坏的部分也有。呼噜声，那多好啊！呼噜声我都觉得它是不吵的，它可以当那个白噪音听的。反正最烦的就是小孩子的声音。成都人，我不是宝宝，我是贵州的。昨天才回了趟家，跟亲戚们见面了，跟那些爸妈的同事们、那些叔叔阿姨们也见面了。大家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耍朋友了没？多久带对象回来？最近有没有桃花运？大家真的很关注这个。我说没有桃花运啊，我出去都是女孩子在搭讪我，没有男孩子来搭讪我。我也有男孩子跟我说话的，就是网上直播，但是我又见不到你们真人。最近真的都是女孩子在搭讪我，我最近比较吸女孩子。来晒一下，搭讪我的话，你得带上一束玫瑰，还有穿西装哦。苗苗是一个很看重仪式感的，像什么浪漫餐厅、一束玫瑰花，还有西装。也不说西装吧，就是你一定要打扮得非常的绅士。不是西装的话，就一定要那种衬衫。反正我很看重仪式感的。女孩子和女孩子的也可以呀。看一下，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很多钱，是的，因为我希望我对象的话，他能是那种比较，反正就是比我厉害的，他能带我去看看世面，带我见见世面，带我去做很多我可能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做到的东西，去很多我自己一个人没法去的地方。不然的话，我谈对象干什么？反正我很慕强的，对方一定要比我厉害。有什么？我有什么啊？今天一个礼物特效都没有，都不说对象了，今天一个礼物特效都没有。刚刚还说就是有没有，刚刚还有一个人跟我聊天，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送一束花花，说花花也没有。今天是特别惨的一天。今天是吃不上饭的一天，没有挣到我的饭钱。喝水好了，再只能喝水了，喝免费的水了，喝水喝饱吧。谢谢
宝宝，我终于好起来了，看到我已经输光了。宝宝，你叫什么？以后帮你第二个字怎么念呀？不想念错，帮你教一下我第二个字怎么念。谢谢宝宝的真爱玫瑰，好起来了。小公主今天终于收到第一束花花了，悠悠是吗？谢谢悠悠宝宝。花花隔着屏幕收到了，谢谢宝宝。开始幸福了，举一会儿。希望我今天的第二个幸福就是沙发这个事儿可以圆满的成功，这将是我就是近半年来最大的幸福了。谢谢爸爸。我明天再试一下另外的发型吧。明天下午我得拍那个新衣服的上身，我之前买的衣服终于到了，明天还要工作。让我想想，昨天还有什么事儿吗？车厢说了，外公说了，表哥表姐也说了，亲戚们的也说了。谢谢宝宝的灯牌，晚上好。好像暂时没有其他事件了。如果给今天的直播状态打分的话，我可能打个70分吧，感觉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应该是被近期这几件事情给烦的，今天直播状态没有很好。谢谢我宝宝的棒棒糖。放下吧。9点半，我播了1个半小时了 ，OK， 可以再聊一会儿。不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沙发的事儿，救命！救命！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没有买到的沙发，成执念了。感觉你们今天是不是很少见我直播在笑啊？我觉得我连笑都有点维持不住了，才意识到。再加上现在大家又没人说话了，我现在心情又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好像直播没有什么安全感了，
春节那段时间播的还挺好的，我现在都在想春节那段时间到底是怎么播的。感觉我也没干什么，但是那段时间就是整个状态，包括直播间状态都很好。后面就是感觉越播越没有安全感，对自己的状态就是没办法给自己打个那种100分的满意，感觉每天都不怕。我的安全感在哪儿呢？我该从哪儿找呢？为什么说不怕呀？我现在怕的要死，不光怕这个直播间，我还怕外面的很多事情。现在包括就是没有什么人说话，没有什么人互动，我也挺怕的。就是那种昨天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本来就是状态好好的，想说，哎，我到时候直播间跟大家聊，绝对能聊得很好嘛。结果发现我聊了之后，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就越聊越没自信，越聊越没自信，越聊越觉得我这些事真的有趣吗？反正我的不安感就是这样一点点起来的。我会随时观察大家的一个状态什么的，高敏感人格。高敏感人格是这样的，就不光是直播间嘛，我在外面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也会随时关注他的状态。他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变化，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就会在心里在脑袋里面反复的思考。我睡着了，谢谢你稍微安慰了我一点吧，谢谢你。我真的心里刚刚突然间像松了一口气的那种。特效，哎呀，我甚至都没有看到那个特效，我没注意。谢谢宝宝，谢谢悠悠宝宝，没注意到。直播感觉很呆萌，确实。主播是非常感性的一个小女孩，我会想很多，我会根据大家的实时反应来想很多。就我很依靠大家的状态的，大家反应好，状态好，我跟着状态也很好。然后如果大家都很安静，死气沉沉的，然后我整个人也会很荡。然后我就开始在自身找原因，所以你们今天会发现我一直在弄我这个头发嘛，我就会想说，我把这个焦虑就转换到了我对头发、对仪容仪表的这些方面上来，所以你们今天会看到我一直在弄头发，我就会在想说，是今天头发弄得不好看，所以我直播间才没有人，大家没有互动，我就一直在这儿弄。要不今天就先这样吧，我觉得我再播下去的话，我的状态也不会好起来。要不先这样吧，我不折磨自己了，也不折磨大家了。我状态不好的话，真的很影响你们，我也最担心这个。要不今天就先这样了，我走了，大家，我去平复一下我的心情去了，我现在有点想哭。我感觉我再播下去的话，我就要在人面前哭了。脆弱小女孩是这样的。拜拜，我走了，谢谢大家听我逼逼叨这些。走了，下次我加油，更加元气满满的来对你们。来了一个人，打完招呼再走吧。你好，下了，对，我感觉我今天状态有点崩溃，我现在有点想哭。
近发生太多事情。打完招呼的，谢谢你。我们下次直播有机会再见吧。我直播的话一般是8点这样，8点大概。下次有机会早点来吧，多聊一些。拜拜，我走啦。